在贵州黄平县的深山绝壁之上，竟隐藏着一座悬空而建的木房子，脚下便是万丈深渊。想要抵达这里，必须攀爬近乎垂直90度的悬崖栈道。更诡异的是，沿途还散布着神秘雕像。究竟是谁会把房子建在如此险峻的地方？今天就跟着镜头，我们去一探究竟。大家好，我现在在贵州黄平县的大山里面，那座木房子就在我身后的这座大山之上。我们想要到达那个位置，最少需要走1个小时的时间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上山吧。现在我们是一路上山，直接上到山顶。这下面有一个村子，这个村子叫老城村。如果有人过来玩的话，直接导航黄平县老城村，把车子停到这里，然后从这个位置开始上山。大约走1个小时吧。这条路看起来挺宽的，感觉以前这个地方好像是可以通车的一样，但是车子是开不上来的。它有的地方很宽，你看有的地方就这样子凹凸不平的。这下面这一段路还是比较好走的。前方这里有几头大黄牛，2头大黄牛，然后中间有一只小牛仔。这小牛仔我感觉已经长大了。好肥呀，这小牛仔！你好，这只的脚感觉好长啊，它应该不会攻击人吧？你好，小黄牛，挺乖的，它没有要攻击人的意思。我们一路走上来啊，这路上有很多的野菜。蒲公英啊、折耳根，还有这些蕨菜啊，特别的多。住在这种大山里面，我感觉野菜都够吃了。我还看到一个很好的东西，估计很多人都没见过。这棵就是树莓，我们来看看它的果实。但是现在它没有成熟，还不能吃。好大一颗这里，这边上还有一颗。你看这些蕨菜都没人吃的，因为在这种大山里面，这种野菜真的太多了。前方这一段路啊，看起来特别的宽，以前不知道这条路是用来干嘛的，但是现在已经废弃了，车子是开不上来的。我们看到我们边上这些一路走上来，全是这种树莓，特别的多。这要再过半个月吧，到1个月左右，这些树莓就可以吃了。真的特别多，你看边上全是。这大山里面风景也是特别的漂亮，因为现在是春天嘛，这些小草啊跟这些树叶全部发芽了，一副春意盎然的景象，鸟语花香的这里。我们看到边上这里还有一棵树开花了，这树应该是桐子树吧。黔东南这边这种树特别的多，我们老家那边都比较稀有的。我们来看看它这个花朵，也是特别的漂亮。我们走在这里啊，看到前面有一大片的松树林，它刚好在这里有一个岔路口，我们需要从左边走，往左边这里横着过去，然后再上山就能到达那个位置了。这片松树林看起来感觉有菌子。因为它这个地势看起来就会长野生菌的感觉。现在我们要开始横着走了，我们要横跨这座大山，因为那座木房子在对面那座山峰之上。这一段路是比较轻松的，因为它比较平坦嘛。我们看到这边上有很多的野花，白色的，这些不知道是什么花呀，特别的漂亮。这座山上方也是悬崖绝壁，也是长了很多的树木。我们终于要到了，就在前方的绝壁之上，这座木房子，我们来放大看一下，就在这里，看的不是很清楚啊，比较模糊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面走，我估计还有10多分钟吧，因为我们走过去还要上山。虽然应该找哪啊？蕨菜啊，好像全部都老了，这蕨菜啊。
这还能吃吗？都老了。哦，还有能力哦。他们是在上面找蕨菜。那位大叔，边上这些蕨菜已经老了，不能吃了，上面还有一些嫩的。这里的蕨菜也是特别的多，我们看这些全是。而且我们走过来，这边上这一大片，它全是这种乌泡树，特别的多。走在这种大山里面，真的是太舒服了，心情特别的放松。我看到下面怎么有电线啊？它这上面是通电的吗？我们看到有电线从这里拉过来的，这上面好像是通电的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快要到了，现在就开始上山了，就在这座举鼻之上这个位置，还有10分钟吧。在这种大山里面呢，这些自然资源真的特别的丰富，有野菜、野果。你看这些花，到处都是，随处可见。这里有一棵树，这是什么树啊？它这个是果实吧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它这个像毛毛虫一样的，这不知道是什么树，这应该是花期过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上面走。前面这一段松树林感觉好有意境呢，边上有很多的野花，一大片。上方这里也是。上面还有很多的鸟叫声，这个地方真的好漂亮啊！这条小路真的好有感觉。这条路看起来也是特别的光滑，应该是经常有人走动。我们看边上这是干嘛的？这应该是一口井，上面盖起来的，里面有水的。好，我们往上面走。现在我们就需要开始上山了。上面一段路更垂直。你看这边上一大堆的这些野花，但是我都不认识，不知道是什么花。我看到这里有一棵野生的枇杷，这种枇杷很好吃的。它只不过长不大，但是它非常的酸甜，酸甜的，吃起来。好，我们继续走，走啊！前方这里有一段悬崖栈道，这边上这些岩石是开凿过的，下面有很多的这种竹子。这里有一个岩墙，下面有很多的石头。走累了，可以坐在这里休息一会儿。快要到了，这里上去没有多远了。它这上面为什么有2根电线呢？下面我看到了有一根，这有一根不会是网线吧？今天的天气也是特别的好啊，晴空万里，蓝天白云。这边上也是有很多的竹子，这里有石头堆砌的一个小屋，我们来看看是干嘛的。这里有一尊雕像，好，我们继续往前面走。这边上一路走过来，有好多的这个水竹啊，特别的多，这个竹笋是非常的好吃。我看到这个地方有一大片的，这是粽叶吧？就是我们包那个粽子用的，就是用的这个叶子。这里好多呀，而且都没有人采摘。端午节快到了，可以包粽子了。这一大片全是。好，现在我们开始上山。这条小路真的特别的漂亮，很有意境。这里
感觉似曾相识。这里立了一个文保碑，上面写的是西竹寺。这上面它是一座寺庙。我听到上面有人在说话，是不是上面有守庙人的居住，或者就是过来游玩的？走到这里又有一个岔路口了，这左边我们去看看是干嘛的，但是我们需要是从右边这里上去的，因为这座房子我们在这里就能看到了，它就在这里。我们看看这右边是不是能过去啊？站在这边上看一下吧，我看看这边是干嘛的。因为这边它也是悬崖绝壁啊。这里有一个小山洞，放了2个盆在这里。这下面就是悬崖绝壁，特别的高这里。哦，这里是一条下山的路，应该是这边这座山也是能到达这个位置的。它有2条路，两边都可以过来。我们是从这边这座山走上来的，它刚好有2条路。好，现在我们直接上去吧。然后我们走到这里啊，这里有一道门，它这个门是靠这种大条石堆砌的，拱形的。这边上还立了一块碑。我们看看写了些什么字，但是这个看不清楚了。我看到上面有是永垂不朽吗？中间这个字看不清楚了。下面应该是一些人的名字。我们来看看它这个门，它是靠这种大条石堆起来的，成一座拱形，特别的厚啊！它这个厚度，它这里过来这个厚度，我感觉有快3米吧。这个门应该是后面做的。好，我们往里面走。这边上也是有很高的石墙，这个石墙全是这种大条石。不知道他们当时从哪里搬运来这么多石头的。这山上应该是没有这么多石头的，可能从下面搬上来的。这里也是有一间小庙，刚才有人上来了。这边上还有2个小的雕像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上面走。这些石梯也是长满了青苔。还有很多的杂草，这些石梯应该是有些年头了。到这里，它也是有一个岔路口的。我们要去看这座房子，需要从这里上去。但是我们先到左边这里看一看吧。它左边这里也是有一座房子，这里立了很多的碑呀。这些都是一些军政人的名字。这边有落款的，都是现代的这些。好，我们到这边看看，这里有一个大院子，哇，这里的环境真的是绝了。我们看看这边上，下面就是绝壁啊，但是长满了树木。看起来不是特别的吓人。这里还有一棵野生的枇杷树，这边上也是有房子，这应该是守庙人居住的地方，但是上锁了。这里应该也是一间寺庙，门口还挂了一口钟。这个寺庙也是上锁的，我们就不进去了，我们就直接上去看看那座悬崖上的木房子吧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开始上去。它这里的路就比较险峻了，是这种垂直的石梯，它是有2条路的，这边有一条，然后这里还有一条，这里还有一个雕像，有2个雕像吧，这是。这边上有一块碑，也是刻了一些人的名字。我们看看这边这条路吧。
我们看看哪条路险峻一点，我们就挑战哪条。这条石砌路看起来不是特别的险峻了，我们去看看这边。我就不喜欢走寻常路啊。看看这条路是什么样子的。哇，这条路就比较陡峭了，几乎垂直90度的，而且上方特别的窄。只不过边上有这个铁链，我们一只手拉着这个铁链就可以上去。我们走这条路吧，这条路因为它更垂直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开始上去。现在我们就上去，拉着这个铁链向上爬。其实感觉有这个铁链还是挺简单的，比较省力。它虽然这个比较窄，只能容纳一个脚尖，我感觉还是非常的简单。这个位置就更垂直了。我们能看到这些石头啊，被踩踏的特别的光滑。我感觉这个最少要经历上一次的踩踏，才能如此的光滑。这个位置就非常的狭窄了，感觉甚至需要侧着上来。这个地方特别的窄，要是背个包的话，这里都过不来。好，现在呢我就上来了，其实还是挺简单的，它只是看起来比较险峻。我就是从这里爬上来的。看起来真的非常的垂直，而且很险峻。只不过它有铁链，我感觉还是挺简单的。它这些石头啊，真的被踩踏的特别的光滑。这上面还有一块牌匾，是这个石头，上面写的有字“明兴县”，边上还有这种柱子，这个最少有几百年了，是以前留下来的。我们来看看这边，这里是有一道门，从这里过去。我们来看看这边上。这边上有一尊雕像，这雕像看起来怎么感觉萌萌哒的呀？这上面还有电线，那个地方还有那个灯泡在那里。好，现在我们就到里面去看一下。这里过去就是那座悬崖上的木房子了，它是一座庙宇啊。这边上也是绝壁，这绝壁上有一些小山洞，然后有人放了一些木棍在里面，这种是当地的习俗嘛。我也不懂他们这个是什么意思，我看到放了很多，就他们来玩的时候都会放一根木棍在那种小山洞里面。哇，这里真的绝了，这真的是世外高人的隐居之地，果然真的是太会找地方了，把这些庙宇修建在如此险峻的地方。它这些材料当时搬运上来也是挺不容易的。我们看看这上方的岩壁还是挺高的，但是这个地方下雨的时候是淋不到的，因为它上面是一个天然的庇护所。我们走过去看看，这岩壁上刻了有一些字，这些都好像是现代的，就是一些维修人的军人的名字。这座寺庙是维修过的，这些全是名字。这里也是刻了很多的字，我们过来看一看。这些好像都是近代的，不是以前留下来的。流传万古。我看到这边上堆了很多的这种石头啊，这个也是祈福用的，就他们来玩的时候堆砌的。我们来看看下面，这下面真的非常的高，只不过这个地方真的漂不漂亮？我们来看看这四周，太漂亮了。因为现在我站的这个位置特别的高，下面的风景呢真的是一览无余，一览众山小的感觉。因为现在是春天嘛，风景也是最美的时刻，这里真的是太舒服了。好，我们继续往里面走。我看到前面还在滴水，这块石头也是非常的特别啊，像这种蘑菇一样。它倒挂在这个岩壁之上，而且上面还在滴水，好神奇啊！因为现在也不是涨水期，最近也没有下雨，它这为什么会有水呢？好奇怪，你看，一直在滴水。我们来看一看，它真的好像一朵大蘑菇啊，倒挂在这里，这里面也是凹凸不平的，感觉像泡在海里面那种石头。因为贵州以前就是一片汪洋大海嘛。这种喀斯特地貌真的是太神奇了，好漂亮啊！这个
下雨的时候，我感觉站在这里面刚好可以躲雨，像一把雨伞一样。好，我们往前面走。它边上这些银币都是由水滴下来的，这里就是修建的一个水池，但是水池里面没有水啊，可能是漏水吧，没有做好。就当时水泥硬化的时候，水流还是挺多的，一直在滴。这里有一个塑料桶，这桶里面的水已经滴满了，这水是非常的清澈，特别的干净。现在我们终于到了，这里走过去就是了。这边上还有一些碑，碑上也是刻了有名字。这里有一个小板凳，这个小板凳好可爱啊！这些字风化的比较严重，这应该是以前留下来的。我们看看有没有日期啊？都看不清楚了。岩壁上居然有一个瓷器，但是已经破损了。这是现代的还是古代的？谁能看出来这是什么年代的吗？看底下有没有字儿啊？没有字儿。这个是破损的，它丢在里面。这边上还有，这过来岩壁上到处都刻的是文字，但是风化的特别严重啊。它这条路其实挺宽的，看起来是比较险峻，因为下面是巨壁嘛，万丈深渊。但是这个位置真的是太舒服了，有那种武侠风的感觉。这真的是世外高人隐居之地啊！我们看看，到了，就在这里。它这个房子跟这一座银壁紧密相连，刚好贴在这个银壁上的，下面也是刚好靠在这个悬崖边上，下面就是垂直的巨壁。当时他们不知道是怎么修建的。这地上还有一些没有用完的青瓦，下面这些全是香灰啊。这个地方香火还是比较鼎盛的。我们来看看这座房子，我们看看边上，它刚好是紧贴这个银壁建的，太不可思议了。当时他们是怎么修建的？这下面真的是非常的高啊。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。对面应该是有守庙人居住的，但是今天上来我们没有遇到啊，只遇到了几个来游玩的人，他们已经下山了。好，我们到这里面来看一看。哇，看起来好有感觉啊，古色古香的感觉。它就是这种木房子，榫卯结构的，上面就是盖的青瓦，这边上就是一排排的雕像。这一排全是，这里还有一尊很大的雕像。刚才有人来过，他们还在这里插了蜡烛，上了一些香在这里。这个地方还挂了一口钟。这里还有一些扫把。这个台子是干嘛的？应该是用来堆放东西的吧。我们来看看它这个窗户，它这个窗户是可以打开的。这座房子是翻修过的。我们看这些木板还是挺新的，这估计几十年吧，翻新就20-30年的感觉。我们通过窗户看看外面，哇，好吓人哦！真的站在窗户上看外面，真的好吓人呀。因为它跟这个银壁是几乎垂直的，边上就有一顶顶的，估计就几公分吧，就贴在这个银壁上的，太漂亮了。这里，我们通过这个窗户，你看外面，好漂亮啊！好，我们给它关起来吧，因为下雨的时候可能会雨会飘进来，哟，把它关起来。好，我们再到这边来看一看。
这里还可以过去。现在我们站在这边来看看这座寺庙，它刚好近在举壁之下。下雨的时候，这个地方是淋不到的，只不过有时候会刮风嘛，那个雨水会刮进来，所以说上面也是盖了有屋檐的，就是那种青瓦盖的。它这个房子啊，真的是紧贴这个崖壁啊，下面真的特别的高，万丈悬崖，这真的是不知道他们当时是怎么修建的。特别的险峻呢，看起来这些材料搬运上来也是特别的不容易。这边这些材料应该是以前留下来的，我们看这个外墙就能看出来，它翻新的是不一样的。我们看看里面，它这一排就是翻新的，你看这边就是黑黑的，就是以前留下来的。去看看这边，它这里还可以过去的，这里也是有电灯的。这上面也是有水滴下来，下面的泥土都是湿润的。坐在这上面，生活饮用水完全是足够的。这一路过来，下面全是橘壁啊。这座房子它就在这个位置，边上全是橘壁，但是这里的风景真的是绝了。贵州这个地方真的到处是风景啊。这下面有很多的这些圆孔。这就是地沟流，这种地方特别多。好，我们到这边去看看。这里好像有一道门，这里是可以过去的吗？哇，这个岩缝之中还有一尊雕像。这里有护栏的。可以过来，我们过来看看这边是干嘛的？这里也是有水滴下来，它这座岩壁上到处都有水滴。因为这个位置就快要接近山顶了，上面的山是没有多高的，因为它上面的树木是比较茂盛，所以说水源还是有的。刚才我们在下方看的话，这边应该是没有建筑的，不知道这条路是用来干嘛的。这里有一个小山洞，下面还有一些雕像，好多雕像啊，群在这个岩壁之上。这个是靠在这个岩壁上的。哇，这边特别多，你看这里过去，这里还有，这一排全是。这雕像还提了一个篮子，我怎么感觉这些雕像看起来像八仙过海呀？这里就过不去了，只能走到这个位置。我们就是从这边走上来的。这下面那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山洞，这个地方真的是特别的隐蔽啊。它这些雕像全部在这种岩峰之下，要是不走过来的话，是没人发现的。好，今天的探索就到这里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一期再见。